从侧面看呢，它比正面感觉更窄了一些。这个就是胸腔的厚度，前面和后面的距离呢称之为厚度。把它放在一个长方形里面，这个长方形就更瘦了一些，比正面的更瘦一些。那么这个厚度对应的顶视图上面呢，就是前面和后面这段距离，然后它的宽度对应的是上面的这个宽度。从顶视图来看，胸腔感觉更胖一些，没有那么扁啊，胸腔不是这个形状。从顶视图来看，这个长方形要更方一点，和正面的这个比的话，要比它更方；跟侧面的比的话呢，也更方。然后背面看和正面看效果呢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它后端的开口这个位置它更低一些，开口的角度呢也更大一些，并且从后边看不到前面的开口，但是从前面能看到后面的开口，而且呢，胸腔上端的这个圆面在这个背视图里面是看不到的，上面呢它是呈一个弧形，然后从侧面看它是倾斜的，一个斜切的圆面。一般我们画人体的时候，不是专门的去画人体的具体的骨骼结构，都会把它概括，概括起来它就是一个微微的椭圆形。我们从各个角度呢去分析了一下胸腔的基本结构，应该对胸腔的造型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。然后我们再来画一下胸腔的基本结构。胸腔呢，它是一个卵圆形，我们可以呢先徒手画一个椭圆形，然后把它修饰一下，尽量让它保证左右对称。然后呢，把它框在一个长方形里面，因为徒手画呢也不用太规则。因为刚开始画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容易拿不准这个长方形画多长了。只要不是这种啊，这种为什么不行呢？因为它太方了，太接近于方了，那画出来的呢就太过于圆了。这个显然不像咱们人类的胸腔。再或者说太过于长了，这种明显的比例不合适，只要不是这种情况都 OK。因为胸腔在不同的人体当中，就是不同的人，他的胸腔的形状多多少少都有差异，所以说呢，它的这个宽度和这个高度没有一个特别绝对的固定的比例值，看起来视觉上感觉 OK 就可以。因为男性的胸腔和女性胸腔相比的话呢，它也有宽有窄，也有明显的这种差别。所以说这个要锻炼我们的眼力，看起来合适啊。你不要看着这个感觉舒服，或者看着这个感觉舒服，那么你要看的就是眼睛了。然后我们在这个长方形中做一个中线，便于对照左右对称的结构。然后呢，再在这个高度上找一个1/2中点，做一条弧线，大概在这个位置啊，我们用目测的形式就可以了。因为这个东西呢，它没有那么绝对。如果在这上面搞得太过于较真儿的话呢，这方面就容易乏味。然后我们在中点稍微偏下一点的位置画一个小横线，这个横线呢作为胸骨的下端，然后向上延伸2条线，这个呢就作为胸骨的一个宽度。它到上边大概这个位置，我们在这里画一个扁的小椭圆形。从前面看，它的这个小椭圆形的宽度大概等于这个3个高度，或者说不去比较，大概其看着是这样的一个形状，也是 OK 的。只要不差太多，别画成这个形状、这个形状或者这个形状就可以。这个形状呢，它不是圆形加扁了之后的形状，然后这个和这个它又不是前视的这个角度。然后我们再回到胸骨下边的这个位置，从这里向下、向外扩开，形成胸腔下端的开口。那么大概在这个位置，给它找一个转折点，因为从侧面看，胸腔呢不仅是往下扩开的，同时它还要往后转。这个就是胸腔下端的一个开口。我把下面这里稍微扩开一点，让它看起来更像一个胸腔的形状。然后我们在这一段高度大概中间的地方再找一个位置，作为胸腔后端的开口。胸腔后边的这个开口呢，比前面的开口呢要大一些。然后在这里画一个小椭圆形，作为胸骨下面的剑突。剑突呢，一般在体表呢看不到，因为从侧面看胸骨呢是微微呈弧形，剑突呢摆到里面去了，所以呢在体表看不到剑突。然后我们注意胸腔最鼓的地方，胸腔呢它是一个卵圆形，就说明呢它不是上下均匀对称的，它最宽的地方不在中间，而是在中间偏下的位置，这样才像是一个卵圆形，也就是大概是这个位置，过了这个点下，过了这个点往上，都是往里收的。但是往下呢，不要收进去太多，收进去太多的话，它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形状。胸腔的下端没有扩开，
夹起来了，像个夹子一样，这个就不错，也是在日常的作业中出现最多问题的，这就是胸腔正面的基本造型。然后我们再来画一下肩胸部的其他的骨骼结构。首先从正面来看，先找到胸骨的上边，也就是这个位置。胸骨的上边呢，这里是锁骨，腰部靠近的这边呢是近端，外边呢是远端。从这个圆面胸骨上向外侧延伸，并且同时要微微的朝上一点，但是呢，这个高度不能够越过整个锁骨的高度，在它没有产生动态的时候。然后从前面看，它的弯曲弧度不明显，然后外端延伸到哪儿呢？大概比胸腔稍微宽出来一点点，作为锁骨的长度，并且呢，内侧更宽一些，外侧看起来更扁一些。我们依照着这个造型把另一个画出来，这就是它锁骨的造型。从正面看啊，从前面看，它略平一点点。然后我们看一下顶视图，从顶视图上来看，锁骨呢从这里开始，从这里出发往后，就是这个趋势，更加的倾斜，然后宽出来一点点。从上面看的话，外边的这一块呢也更宽了一点点。从顶视图上来看，它呈海绵字形，两侧的锁骨呢共同构成了一个弓把的一个形状，也比较像一个自行车把的一个形状。那么在锁骨的外侧，我们看到上面这张图，它对着一小块尖峰，从前面看的话呢，也就这么一小点。然后另外其他的结构呢，在前面这个角度不容易看到，我们可以暂时呢不用去考虑。然后从顶视图来看这个尖峰的话呢，应该更明显一点。这样是这样的一块，然后它会往后转，往后转完之后呢，它会接到肩胛骨的这个面上。这里是肩峰，这里是肩胛骨。肩胛骨呢微微有一个小小的弧度，是扣在胸腔的后边靠近两侧的地方，并且呢，肩胛骨它不是后背的正背面，它不是冲着正背面的，它是倾斜朝外侧，是这两个结构，是这两个朝向，这是肩胛骨的朝向。所以说从侧面看的话，因为它是朝外侧的嘛，然后从侧面去看去观察的话，也能够看到一点它的宽度，也就是这个样子。上面这里是肩胛上角，下面这里是肩胛下角，里边的这条边是肩胛骨的内侧缘，前面的这个小圆面呢是关节盂，中间的这一横杠就是肩胛梗，前面的这一块就是肩峰，这个是肩胛骨的一个基本造型。从背面看，我们大概找一下，这个是锁骨，锁骨大概到这儿，那么肩峰呢就在这儿，肩峰向后向内侧，并且呢还要倾斜下来，这个是肩胛岗的趋势。这个肩胛岗呢它不是水平的，它是微微向下倾斜的。肩胛骨大概成一个三角形，然后最下端大概在第7到第8类之间，也可以呢，在整个胸腔大概高度1/2的地方也可以。前面这一块是关节盂，是肩关节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，肩关节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关节盂呢，这里成一个小小的圆柱形。我们通过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一下它的朝向，它是微微斜朝前的。从顶视图来看，是朝这边的。我把它放大拿出来了，因为它被这个部分锁骨的外端和肩峰遮挡住了，所以说呢，把它单独拿出来看的话，它大概是这样：朝向这边对着的是肱骨的肱骨头。那么我们再回到前视图看，在关节盂对着的地方，我们画一个小球、小圆形作为肱骨头。那么肱骨的具体造型呢，我们先不管，画2条线来代替肱骨的上端。然后我们再从侧视图画一下锁骨，微微斜朝上。从侧面看的话呢，它的角度，从侧面这个角度看的话呢，它这个形状缩短，大概是这样一个形状。然后从侧视图看，对着关节盂的这个小圆柱，然后在肩峰的下边出来的这个是肱骨头，然后这个线
后视图呢跟前视图呢基本上一样，没事。以上就是肩胸部的骨骼结构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要再加一个圆柱，从胸腔上方的圆面接出来一个圆柱，作为颈部的一个雏形。从侧面看，略微的向前倾斜一点点；从背面看，只能看到一个弧度，看不到圆面。顶视图的我们先可以不用画。最后，大家可以把胸腔各个角度的基本造型画一下，然后呢，把肩胸部的完整的骨骼结构，也就是这个结构画一下。这一课呢就到这里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